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州城航行至于韩巴里大城。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渡继续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的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勾连起来。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1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竭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由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田缩地在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园中其实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鹰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
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人生的另一份寄托。守最美景是都山，风光处处看。若是个天山。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都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积极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迎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印象是相当活泼自由的。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全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引水需要，昌平白福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
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6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From 1598, the first ships picking up Chinese porcelain that were already bringing in Chinese porcelain. There was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of Chinese porcelain on everything in art in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Netherlands. Also, Dutch painters like Johannes Vermeer, who lived here in the city also, started to paint the wares.苏州盛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也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盛泽镇的丝织工坊便开始繁忙起来，
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陆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1品官、2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
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祁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对吧？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首先，这个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1两2钱，天圣元年8月25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呢，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很普遍的。对，关本道他买了6。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性态。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让一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1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100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4人躲离了小西天，是继续西行。这一路正是春生花开之际。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沟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民谣。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4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4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什么面筋呐、豆腐啊、鱼苗啊，什么香稻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别他贼味。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4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杂处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三藏新城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衰。师徒4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中国古典4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大学1年の時に、中国語の勉強を始めたんですけれど、その時に、風貌流、fon門論の三言の中の、油売りの物語、卖有兰都江花魁というその話を読んだんですね。明清时期，图书出版印刷业的兴盛，推动了大量通俗小说流入日本。
で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てもう江戸時代実は鎖国なんですけれど長崎を通してもう山のようにこう中国の書物が日本に入ってきました。江戸時代の人々にとって三国志や水滸伝っていうのは、ある意味誰でも知っている、物語であったと思います。読まれてたものは、明治時代になっても読ま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し、それからもちろん、現代になっても同じことで。时至今日，借鉴中国通俗小说产生的日本漫画和游戏，已然风靡全球。其中，以《西游记》为灵感的漫画《龙珠》，至今被誉为日本的国民漫画。例えば今我々が普通に読んでいる三国志だとか水滸伝だとか、それからその風貌流三元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こういうのはこういうそのいわゆる通俗小説あるいは通俗文学っていうのがこの明代の終わり特に江南地方に突然のようにいっぱい現れるんですね。これはほとんどほとんどの作品が、同じ時期に現れてます。その背景には、江南地方全体の、明代の末期という時代の経済的な繁栄、あの時代に特に大運河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やっぱり江南地方の経済的な繁栄、それをまた支えたのは大運河っていうものの存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はい。每年农闲时，黄山歙县黄田乡的徽班总要在古戏台上为乡亲们表演传统的徽戏。这一主唱提黄腔调的声腔剧种，以朴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只是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随着徽商的足迹走出深山，登上北京的大雅之堂，最终演变成风靡全国的一种国粹。这样华丽的蜕变，又是发生在大运河之上。16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戏辗转至运河沿岸。运河边的扬州城本就有着浓厚的戏曲氛围。早上7点，扬州的茶社迎来第一批早客，他们一边享用早点，一边听曲。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运河水穿城而过，扬州聚集了大量客商。明末清初，扬州的商人群体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徽商。有了徽商雄厚资本的追捧，各路戏曲班社纷至沓来，扬州城一跃而成南方戏曲中心，一时风光无两。这里正是徽戏走出乡村的第一个落脚点。1784年，73岁高龄的乾隆再度南巡，扬州是他的必经之处。当地徽商投其所好，准备了大量的戏班。这时乾隆听到的徽戏已经吸纳了昆曲的特色，还加入秦腔唱法，使得徽腔深沉凝重之外，更有了高亢激昂的特点。这次演出中，徽戏博得了资深戏迷乾隆的赞赏。6年过后，乾隆80大寿，扬州徽班进京献艺，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开启了徽戏的燎原之势。
而就因为这段悠长的运河旅途，徽系形态仍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又一座运河城市在其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临清，地处华北平原的核心地段，为南北舟航之所必由。因临清的汇通河与渭河水位落差较大，河道上设置了众多闸口调节水位，无数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在此排队过闸。于是，商人旅客下船停留等候，有时甚至逗留月余。在船只停留之际，码头上的戏台便成了商客们流连忘返之地。日趋鼎沸的锣鼓曲声，热闹了这座一度沉寂的鲁西北小镇。我是下乡演出，属也演最好噻。进京的徽班以及各地班社在临清演出交流，各自的模样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现在听到的临清田庄吹腔，就能从中找到秦腔徽系的影子，是那个戏曲容变时代的鲜活标本。徽系也在此吸纳百家之长，进一步发展变化，为之后的华丽转身积蓄着能量。扬州的徽班，临清的迷人的园林，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曲艺，大运河贯通南北，成就了一道道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文化景观。这股创新活力流淌千年，持续至今。文化交融的背后，蕴藏的是运河上一座座城市的兴盛繁华。一如临清，这是一座完全因运河而兴的城镇。自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居于汇通河与南运河之间的临清，变成了运河上的扼要之地，京师门户。此后，临清开始设立超官，督理漕运税收。这个整个的漕河关的庭院啊，抗税的、打架斗殴的，都要在这儿审官司。公元1520年，漕关啊重新修缮的时候，记载的这么一通户部公堂，分司修缮碑，所以的这个银子啊，仓库里边周不下了，他才又扩大了这个仓库。到了明后期的万历6年，临清超官征收税银8万3千余两，居全国8大超官之首，占全国船超商税税收的1/4。运河上面的漕运的兴起，临清呢，也由原来的这个比较贫瘠之壤嘛，变成了一个运来运往的商贾云集，这个繁祥如林。到了清朝时的乾隆初年，临清市场上已是货物迎街渠，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徽班进京时所停留的临清，正是商业繁荣、书场戏台的兴旺
到达了顶峰之时。然而，鲜花着锦总是转瞬即逝的。一座城市的兴衰，在国家命运和时代洪流中，也不过只是一抹微小的浪花。不久之后，这座与运河兴盛紧密相连的城镇，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片繁华的市井声中，一群陌生的来客悄然而至。徽班离开临清北上的2年后，运河上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正是从北京南下回国的英国史上最大来华使团。1792年，急于拓展全球市场的英国派出庞大团队，由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由，意图要求清廷开埠通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当时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体制，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联系和无穷可能至此受到抑制。为了彰显帝国气象，尚未察觉到世界巨变的皇帝，准许马嘎尔尼一行沿运河南下，去领略帝国腹地的繁华，并命令沿途整饬军队，显示军威。英国使团途经临清，矗立在运河岸边的临清州塔，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幅隋唐画师笔下的铜版画，细致描绘了当时中国北方运河岸边的市民生活图景。他们当时画的这个铜版画，在照相术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就直接可以作为照片来看，很真实的记录了这个临清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沿河都是渔火一片，灿若群星。离开临清后，马嘎尔尼沿途一路南下，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他眼中的大运河：它十分巧妙，连起了中国国内步兵穿的上衣一般是镶有红绦带的深蓝棉料，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他们甚至暗中记下，国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制造火药的专门工厂，他们只有1点火器，而且相信他们的刀剑弓矢胜于相信他们的滑膛枪。此时的英国正在以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未来战争中的一个对手打量着中国。半个世纪过后，他们便船坚炮利地卷土重来了。1842年，高华丽号出现在镇江江面，这是侵华英军主力中的一艘战舰。英军当时从6月份攻占了吴淞口之后，他就采取了沿长江直上镇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所以英军他选择往镇江突袭来攻占镇江，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江南七府漕粮北运的这个通道给它彻底的切断。一旦他控制了镇江，他就可以控制江南七府漕粮的北运。原计划南下运粮的漕船队伍，由于担心遭到英舰截击，滞留在瓜州渡不敢前进。瓜州渡曾经马可波罗在此遥想繁华的韩巴里，而英军在一江之隔的镇江，精准地扼住了清政府的咽喉。清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长江上现实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在此之后，再次提起了自元明以来沉寂数百年的漕运改海运的这么一个想法。鸦片战争过后11年，黄河决口，致使运河淤塞，
漕运受阻。随后，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切断了江南漕运。天灾人祸之下，漕粮只得改走海运。19世纪末，火轮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海运成本。1900年，清政府正式废漕，临清、淮安、扬州。运河之上，曾经因之而兴的一座座城市，从此不复当年盛景。漕运废止，北部断航，大运河似乎功成身退。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救亡图存。依靠南方仍在通航的河段，一些先行者在运河边的城市里开始尝试民族工商业的探索和发展。这个呢，就是晚清时候薛家缫丝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先进的这个缫丝设备。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缫出的这个丝的这个鲜度和匀度。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落下了帷幕。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艰辛营造，这片经大运河连缀成一体的广袤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此刻已经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了一起，共同面对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汹涌波涛。古老的运河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它将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在新的世纪里迎来涅槃般的新生。